大胖媳妇五一回了趟铁岭，把我家所有的老人都给笑笑疯了。但是我爷多年的阿兹海默症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大胖媳妇给治愈了。我爷这2年吧有点阿兹海默，然后最近吧还做了个支架手术。我们听说了这个消息，五一就回去看他。大胖媳妇静静地坐在我爷旁边，良思许久，问了一句：“爷，你整个鸡架，整个鸡架。”我爷也想了许久，说：“熟食我就爱吃猪蹄子，我啥时候要过鸡架？”我就发现这个世上他没有大胖媳妇对不上的驴唇和马嘴。爷，你本来就高血压，还猪蹄子，那玩意儿越猪蹄子越鸡架，越鸡架。然后啊，我奶家就老用那种旧的内胆都已经完全刷掉漆了那种老电饭锅。大胖媳妇就说用这个就是吃毒，我奶就是不扔。几年前，大胖媳妇一气之下就把他的老电饭锅给做约巴了，就以为做约巴了，老太太肯定就换了呗。结果这回回去发现根本没换，还搁那用呢。家里吧明明有新的，我奶说那新电饭锅是在药房买药2000积分换的呢，那不能用。大胖媳妇说你要继续用这个内胆，你药房积分马上就能过万。然后这次回铁岭，大胖媳妇又一个假装没走稳，咵嚓2座电饭锅，我爷搁那迷糊的。孙女的对象找的腿脚不利索，怎么净往电饭锅里做呢？然后这电饭锅呢，它劣质的很声东击西啊。被大胖媳妇做完之后，有毒的内胆一点没飘，插电的插口飘了，虚连插一会儿就掉，插一会儿就掉。最后呢，就是我奶只要一焖饭呢，就让我爷坐电饭锅旁边怼着。我爷呢，一手拿个收音机听2人转，一手扶着那插头慢摇，没事就怼一下子。看那个韩来说啊。大胖媳妇一进屋，咱爷是2人转 DJ 呀，2人转 DJ 呀。折磨完我爷我奶，又轮到我妈了。我妈在家摆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就是一个迷你仿真生态园，你一摁呢还带喷泉的往出喷水，然后这里吧全是小巧思，就这个水边呢，它做个小和尚，小和尚的脚边呢还4只小王八，水一喷呢，就这些玩意儿就全变色了，从灰色就变成了绿色，就是特别酷炫。但是呢，这2天的生态园坏了，这水喷不出来了。我妈说那就拉倒吧，大胖媳妇孝心就上来了，就一定给我妈修。她把通水管还真修好了，现在喷泉能喷出来水来了，但是不知道差在了哪个环节，劲儿不够，就能浇着一半。现在绿的只有小和尚的屁股和2王八的脑袋，像中毒了似的。一看修掉链子了，第2天去菜市场还问人家：“哎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小王八？我给我妈补几只活的。”人家说：“俺这儿只有甲鱼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人我说我要真龟，你告诉我你有甲鱼，咋寻思呢？”我说：“你拉倒吧，正好要到母亲节了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妈要去旅游，你就说这神鞋是你送的，这牌子好多年了，我妈肯定知道。”我妈收鞋之后呢，果然非常喜欢。其实吧，老人年纪大了，脚会变形，普通的鞋容易磨脚，足力健呢是他们自生产的，质量有保障，专为老人设计，轻便透气还耐磨，所以更舒服。我们看我爷这个情况吧，都觉得这很难好转了，就基本心里放弃了。但大胖媳妇就发现我爷吧，他现在有点抑郁。但如果你跟他聊年轻时候事儿呢，他眼睛放光，就刺激我爷，问我爷：“爷呀，你除了当 DJ， 年轻时候都怎么招小姑娘喜欢的？”我爷一笑说：“我会拉二胡。”大胖媳妇，我不信，你试试。我爷呢，为了证明自己曾经的倜傥，咔把二胡从床底下拎出来就开始练，那练一整天呢。但练一会儿自己就忘了。哎，我为啥要拉二胡？我奶不是叫杨淑琴吗？大胖媳妇就逗我爷：“当年小曲儿给谁拉的？哪位姑娘？”爷，我爷说：“给赵玉兰。”大胖媳妇没个大心，问我奶：“说你呢，赵玉兰？”我奶急眼了：“你叫赵玉兰？”大胖媳妇：“我叫穆赫兰，杰米穆赫兰，咋还急眼了呢？前女友啊，前女友啊。”一个人如果真的自信，他到底能有多快乐？昨天我们要去拍大胖媳妇去接拿铁放学，在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大姐，就看了他几眼。大胖媳妇很坦然地接受了大姐的凝视，然后转头跟狗说：“对，我就是明星。” Yeah, I'm a star. 关键是人大姐压根不认识他。哎，美女，这是俄罗斯人吗？是俄罗斯人吗？他没有在故意出梗，也没有在开玩笑，他就是这么自信。他对自己的认知跟现实是有很大偏差的，所以他这么快乐。前一阵我劝他去健身房锻炼锻炼，他回国之后又胖不少。我说你好歹就控制一下，他就每周去健身房，1周4练，坚持了2周之后又胖了4斤。然后我俩有一个共同的朋友，他就老跟他一起去健身房。我就问我这朋友，我说你姐夫1周4练，1斤没掉，你下次去的时候帮我观察一下，完你告我一下你姐夫到底是咋练的呗。根据一线记者发来的报道啊，晚上7点半时许，大胖老师出现在了健身房，一共待了50分钟，30分钟在放松和拉伸，时不时会对自己健美的身材陷入沉醉。半小时后，大胖老师终于蓄势待发，走向了器械区，开始刷抖音。我朋友说，姐夫呢，器械几乎做了1遍，动作几乎一下没练。你别看他偷懒不上重量，但是所有的领域人都涉足呢。器械完人还有氧，在跑步机的时候还给我发来了一个图片，今天燃烧的卡路里。但是我从前方记者的实况转播里都看着呢，不光说那个不是他自己跑出来的卡路里，他还在跑步机上点外卖。我仔细一拉画面，还能看出来点的是腰子，点
显得是妖精。回家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是咋健身的视频我都看着了，那你干啥去了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你非让我去吗？不是，我一直不理解你为啥让我锻炼身体。我尤其不懂的是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老是嘲笑我肚子大？说实话，每次站在镜子前，我自己看自己肚子，刷屏啊，刷屏啊。我实在是无奈，我就跟他说，不行，你就在家做家务得了。咱家有大卫平板拖把、五重刮刀，刮水贼干，加厚棉布，吸水力强，高处角落都能清，一把拖把全搞定，沉浸式家务体验，这样既能消耗卡路里还不累人，两全其美。他不光觉得自己是明星，觉得自己肚子刷屏，还觉得自己汉语贼好，在老外中属于佼佼者。结果昨天遇到中国人一个小小的用词上的区别，他又翻车了。我同事郑州人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想给他让个座，郑州人呢管这个位置啊，他叫味儿。我同事就跟他说，你坐这儿这有味儿。结果他告人家，我知道是我放的。哎，这边大味儿。你说就这个人这个情商可咋整呢？真是中国老丈母娘命中一道坎儿，天天给我妈拆台。我妈呀是个很好面的人，俺家人一多的时候，如果谁夸孩子有啥优点，我妈都说随我，随我。然后大胖媳妇就说，难道不应该随我吗？我说他说随谁就随谁。然后我姥说，哎，你说咱家这拿铁哈，也不怪人别人说，真像个猴，你说随谁呢？大胖媳妇直勾瞅着我妈，随你。然后我就跟他解释，我说孩子随谁这个事儿吧，他不是固定的，你得先分清好赖话，然后随机说。大胖媳妇说，鸡是谁呀？那就说拿铁像猴这个事儿，那到底是随我、随姥姥，还是随鸡呀？还是随鸡呀？我妈看着我搁那跟他解释了，跟我说，你俩不用跟他说悄悄话，孩子随谁这个事儿我无所谓，你们开心就好，我随便。大胖媳妇说，你看我刚学会随机，你要随上便了，你要随上便了。咱们很多老人其实心态都这样，就爱显摆孩子。哎呀，那比的那跟小孩似的。就比如他们对小孩成长有套话，什么3月翻身4抬头啥的。我妈很拼呐，在澳大2个月的时候不翻身，我妈就天天怼他翻，他也不翻。然后有一次俺家里来人，这个人是谁干啥的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的孙子已经翻身了。我妈急坏了，急中生智，她把他的电动床垫子给调了，哎，一边高，然后就跟我这个远房的老姨啊展示这个孩子是怎么咵翻身的。我这老姨说，哎呀妈呀，这孩子太硬实了。大胖媳妇过来了，老姨，这个床你上你也翻，你上你也翻。到了拿铁这儿呢，拿铁跟他姐不一样，什么抬头翻身还真都挺早，尤其是长牙早，哎呀妈，2小排。我妈非常开心呢，到处显摆，一会儿就让拿铁笑。为了堵住大胖媳妇的嘴，我妈直接告他，你不用不理解，你爱理解不理解，3岁看老，长牙快，啥都快。大胖媳妇说，妈，你知道世界上牙最多的动物是啥不？是蜗牛。这个动物吧，除了长牙，啥都慢，啥都慢。拿铁出生的时候5斤8两，我妈逢人便说7斤。大胖媳妇就问我+2是什么风俗？报虚岁啊。然后前2天在楼下，我妈看着一个跟拿铁一样大的小孩，27斤，我妈张嘴就说，我孙子28。大胖媳妇说，拿铁不是26吗？这就是随机还是随便的？咱妈以前是不是干过屠夫？怎么报斤数的时候总是有点莫须有的成分在呢？我妈就说，大老人你不懂，就是这个心情。我的孙子那就得胖乎，哎，白胖白胖的。大胖媳妇说，那不是我吗？那以后出门我给你装会孙子呗。我就劝我妈，我说心情可以理解啊，但是拿铁人是标准体重，你非得整的跟他爸一样干啥呀？他吃的香，拉的臭，26斤腱子肉，这不喝了6个月诺能运会吗？吸收好，身体好，一点不虚胖，里边都是天然 OPO， 而且他姥不也老说吗？天然的才是最好的。拿铁过年带回去，俺家人都说壮实了，我还跟我嫂子说，我说我强烈推荐你给我大侄儿也整上。最近我妈可老自豪了，全天岭都知道拿铁已经会倒背唐诗300首了。黄河入海，欲穷千里，更上一层。大胖媳妇都说我儿子这唐诗硬背出了3句半的格式，跟3句半似的。反正我是觉得啊，孩子到底是2岁还是2岁1个月背黄河入海流，没有啥本质区别。如果哪天他们自己主动思考了一下，问你黄河为啥入海流，我觉得那时候孩子那个动脑能力那是更上一层楼。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汉语比你好，他头发比你多。烦死了！